从前，回到爱的起点，代替不了昨天，更像是一次冒险，期盼着永远，准备一场纪念，回到我身边，试图把爱填满，只剩一句再见。时光就是思绪，沿着光线飘远，带着你的礼物重返回过去，宿命的遇见，时间倒数遇见你，我愿一直在你身边。如果时间能够倒数遇见你，会微笑对你说好久不见了，想问你是否也在心里呼唤，相信爱的信念可以超越一切。睡这儿吧。哦，看什么看？还不走？我是看你还有啥需要，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是要看着我睡吗？我才不会脱衣服。也挺晚的了，焦总早点休息吧，我也睡了。大姐，你在我家赶我走，好心没好报。连个枕头都没给我拿。怎么穿这身就睡了？明天让人给你买几身好了。哼，不用太感动，做善事。焦总，
焦总，到点了，起床啦。焦总上班要迟到了，焦总。焦总要迟到了，赶紧起来！哎，不是，你一女孩怎么随便进别人男人的房间啊？我这不是上班第一天，我不想迟到吗？你说了要送我去的，你快起来吧。我知道，我这不是起来了吗？你出去，我要换衣服。行，那你快点啊，快点。你催什么呀？我想起来就起来，不想起来就不起来。我现在不高兴了，不起来了，不服打我呀！哎，这一大早的，焦总还有这个要求啊？行，别，开玩笑，姐，你站那儿，我马上就换，换完我就出来。林助理这边请，先。好，快点啊！哎，焦总，衣服都不错啊，谢谢了。什么态度？你这不是电动牙刷吗？没有电了，让你管。焦总真的迟到了，你能快点吗？哎，焦总真的要迟到了。哎，穿的倒好的。小屁孩，如果我是你妈，我早拍死你了。小公鸡舔到谁我就选谁。焦总，你怎么做到出门比女人还慢的呢？哎，你说我穿个什么鞋好？都一样。着什么急啊？本总裁出门之前有自己的规矩，去那边候着。事儿可真多，装什么装？没见过这么帅的吧？天下还有这么臭美的男人，真恶心。万事俱备，出发。小新，你什么时候顶了前台的班？焦总，酒店出事儿了。什么？2个婚礼撞档，怎么回事？对方就是这么说的，而且其中一对新人的家长是董事长的朋友，所以他们就没有走丽舍酒店的预定流程。但是他们说给您打了电话。您没有接到吗？我应该没接到吧？喂，哪位？说话呀！再说每天联络本总裁的人那么多，我应该大概可能接了吧。焦总，那您答应了吗？婚礼这么小的事情，本来就是各部门的分内之事，难道还要本总裁亲自出马？说的好像你亲自出马就能解决一样。现在第一对新人的结婚场地我们已经布置好了，但因为当天是七夕节的缘故，我已经核实过集团旗下所有的酒店，实在没有办法给他们腾出位置来了。既然如此，那这样，
小新，你现在去联络本市的所有酒店，告诉他们明天我们愿意出双倍的价钱来租他们的宴会厅。至于钱的问题，就从老焦给我打生活费的那张卡里面扣。还有就是通知所有的婚庆公司，让他们今天紧急加个班，在明天1天之内把婚礼现场给我办出来，钱还是从那张卡里面扣。但是你给我记住，这件事情的重中之重，就是在老焦知道一切之前，把事情给我办好。焦总，我跟您报告一下，焦总，明天就是婚礼了，新人定好的场地怎么可以说换就换呢？再说了，就算新人同意更换，1天之内我上哪儿找跟丽舍同样好的场地啊？林助理，我有必要提醒你，你是助理，我是老板，以后跟我说话之前先打个报告。焦总，我跟您报告一下这个情况。报告一下，焦总，我也想提醒您一下，方案必须得落地才算。小新，不用听这些有的没的，现在就去办。焦总，我跟您报告一下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可能有点困难。有什么困难？那对新人的家长是赵董和董事长的朋友，他们点名要求在丽舍酒店举办婚宴，而且董事长和赵董很早就收到婚礼的请帖了，所以董事长现在特别生气，要请您现在去他的办公室一趟。啊？小新，焦总，我看他怎么样？我觉得非常完美。哎，焦总有事吗？还有啊，我不叫爱。我知道你不叫哎，一会儿进去之后不准说话，否则流落街头。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谁会浪费时间帮你这个自恋的废柴总裁收拾烂摊子？小新，姐，哎，等，要不然还是先上个厕所吧，我突然有点尿急。进。算你狠。爸，赵伯伯，你懂。哎呀，大家干嘛把气氛搞得这么紧张啊？我已经在想解决办法了。小杨，我放心的把丽舍酒店交给你，你是怎么来汇报我的？那还不是新人仗着跟你们的关系走后门？要是按照酒店的正常流程，哪能出这问题？借口！人家新人父母是我和你赵伯伯的至交。那要真是朋友，就好说好商量了嘛。胡闹！胡闹！等你结婚的时候，我看你愿不愿意好商量。你看看，我找人把总裁办的通话记录调出来了。新人和酒店昨天一直给你打电话，都联系不上你。我昨天没接到电话呀。还嘴硬？还嘴硬？通话记录就在这摆着呢。昨天下午4点半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，爸，4点半这样的电话我绝对没有接到。小新，为什么有电话不告诉我啊？骂得好！等等，下午4点半。林主演，焦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。喂，你的电话。婚礼壮档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？圈圈，你过来了。到现在，焦总那边还没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补救方案。吴总监要求我们协助总裁办解决这件事，董事会那边还催着我送上次做的策划案，所有的事都堆在一起，简直要了我的命。小李，别瞎聊天了，你手上的资料董事长催着要呢，再不送过去，3堂会审，审的就是你。小李，你专心处理手上的事情，这份文件我帮你送好了。太谢谢你了。您好，我来给董事长送文件。现在恐怕不太方便。婚礼的事情解决好了吗？还没有。明天就是婚礼了，到现在场地还找不到，董事长正在气头上呢，我可不敢这时候进去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把文件先放这儿，我等会儿帮你转交啊。啊，好，那就辛苦您帮我转交一下。行，没事。
整个集团因为你这次的失误，导致了信誉评级下降，公司将蒙受巨大损失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但是事情也没严重到这个地步啊。况且我已经想办法再解决，你们干嘛这么上纲上线？你这样下去不对，我不能让事态发展下去。我要回家。我。董事长、赵总、李总，我想你们是误会焦总的意思了。焦总是说，比起道歉，他更倾向于想办法让婚礼如期举行。如期举行？这是婚礼，不是相亲大会。焦总在来办公室的路上就跟我说了，他打算给这对新人重新策划一场超乎想象的婚礼，这样说不定他们就可以忽略掉婚宴大厅被占用的意外了。这婚宴大厅都没有，在哪儿结婚啊？其实每一对新人最在意的是什么呢？无非就是自己的婚礼够不够独一无二，够不够让人羡慕。只要我们做到这几点，其实在哪里办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。焦总有信心，明天可以在丽舍酒店重新布置会场，给这对新人一场完美的婚礼。小杨，是真的吗？对，我们当然不会让新人就这样错过他们的良辰吉日。在明天婚礼之前，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一下你明天超乎想象的婚礼。董事长，明天的婚礼一半的来宾可都是公司的熟人啊。那怕什么？丢的是他的人，又不是我的人。如果这次他再做不好，就像你说的，直接打回公司的基层部门，从小职员做起。好啊，那我们再给焦阳一次机会吧。小杨，要好好努力啊！好的，我会努力的。既然林助理在董事会面前主动请缨，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解决。我主动请缨？不是，刚刚董事长说的是给你一次机会啊！啊，你还知道你是我助理吗？刚才在董事会面前大包大揽的，我还以为我是你助理呢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林三水，这次婚礼效果要是办不到你说的超乎想象的话，你走着瞧吧。喂，阿腾哥，啊，我下班了，给我留一台最好的机器，我马上就。喂，你好，我是焦总的助理，焦总让我转告给您，他有事过不去了，不好意思，谢谢，再见。不是林三水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别想拉着我一块下水，你拿过来。不是焦总，您作为丽舍酒店的负责人，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离开呢？您的良心呢？您摸摸它，您问问他会不会痛啊？我的良心简直活蹦乱跳的，我告诉你，还轮不到你来指责我。你在董事们面前夸下的海口，你行你上啊！不是焦总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我要策划一场全新的婚礼，凭我一个人的能力做不到啊。您必须得留下来，调配各个部门进行配合，好吗？我管这些干嘛？焦总，我一个人能力有限，必须得有您坐镇，否则我办不到呀。好，那我留下看看你有什么招。喂，焦总，跟您报告一下，新人的资料已经传真给您了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那你跟他说，拿掉。喂，你好。如果方便的话，你能把丽舍酒店室内外的照片都传我一份吗？好。哎，我又没事干，玩个游戏怎么了？怎么会没事干呢？来，最新的资料啊，正好我要填这个表格。
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啊？本来公司有一份合理的解决方案，你非得多此一举，这不浪费资源吗？那婚礼的场地发生了变化，策划案当然要重新拟定了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知道的。行了，我问你答啊。林助理，我希望你注意一下对我的称呼。焦总，问吧。新娘多少岁啊22岁。22岁，星座？双鱼座。多愁善感。最喜欢的花？百合花。董事长已经落实了，焦总没有预订机票、购买火车票的记录，也没有预订任何酒店，手机近几通电话都是跟严秘书。对，百合。明天呢，把全市的百合尽可能的调过来。啊，对了，天气情况你跟气象台确定过了吗？是晴朗的，对吗？好，你现在把丽舍所有值班的员工都集合起来，去打扫天台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会跟焦阳说，给大家付加班费的。要焦总。啊，焦总一定会同意的。好，先这样。你让小新打扫天台干嘛？办婚礼啊，难不成祭天吗？在天台结婚，新人能同意吗？哎呀，根据我以往策划婚礼的经验来说呢，婚礼这种东西往往都是以新娘的意愿为主导的。咱们这个新娘22岁，大学刚毕业，我相信她在大学4年里肯定看完了所有的偶像剧和少女漫，内心呢对爱情充满了无限的美好幻想。再加上她是个双鱼座，双鱼座的女生啊，生性浪漫不切实际，永远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小女孩。我觉得对于她来说呢，办婚礼的场景只有2种场景特别适合她，一个是教堂婚礼，一个是露天婚礼。但根据我们现有的情况来看呢，露天婚礼只有2个地点，一是游泳池，但是游泳池呢离第一对新人办婚礼的婚宴现场太近了，那我们只有第2个选择了。那第2个场地呢就是天台，就这样咯。林助理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婚礼是晚上，丽舍可没有相应的照明设备。我知道啊，这不带你来这里了吗？可这是商业区，你这个点来买灯啊？我们不买，我们拿了就走。喂，香榭酒店餐饮部吗？啊，是这样，3天前我在贵酒店预定了明天晚上婚礼要用的宴会厅。对，明天上午我会最终打电话跟您确认场地的，请您一定要帮我保留宴会厅。啊，好好好，谢谢。Surprise！ 小军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跑来了？因为明天是7夕情人节啊。哦，可是我明天要上班，不能陪你过了。我知道啊，我这不来找你过节来了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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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你要不要猜猜看我给你买了什么礼物啊？抱歉啊，小军，我今天晚上也要加班。公司旗下酒店2场婚礼时间相撞，宴会厅不够用。明天要结婚，今天才发现不够用啊？我是早发现了，领导层今天才发现。喏，我这不是做好方案了吗？哦，我男朋友最厉害了。不过，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在宴会厅办啊，死气沉沉的，可以挪一个婚礼去到室外的什么地方办啊？其实每一个女孩子，只要觉得自己的婚礼是独一无二的，她就一定会满意的。哪有你想这么简单呀？哎呀，工作上的事情我是不懂啦，我只知道我的男朋友是全世界全宇宙最厉害的。哎，你等会儿再看嘛，你先把礼物拆了好不好？你拆完我就走，我也不打扰你工作，好吗？哎，吴经理，是啊，我知道明天是7夕，很多人想订酒店，但我之前不是已经跟您打过招呼了吗？哎，这样，我现在当面去找您，跟您聊啊，好不好？哎，不会，我已经做好策划案了，我回公司拿一下，最多30分钟，我一定去找您。哎，好，小军啊，我现在还有工作，你待会儿自己打车回家啊，我来不及送你了。不是，
那个我先走了。别呀！哎，我跟你一块儿走。我告诉你啊，别用这种奇怪的方式享受，我不接受。什么乱七八糟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快点把这串拿下来。不是你这种活儿，你为什么不找小金让他直接买？他得折腾我干什么呀？不是小新有别的事情要安排啊。再说了，我只有今天晚上可以试灯光效果，我没时间了，哪有时间去买啊？你快点！你以为我想干这个事情啊？不是万不得已，我才不想干这个呢。我加油啊！下来吧，我们去。身为助理，你该干什么？不错，看来你对自己的工作范畴认知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理解。我很心累啊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们赶紧把这棵树也戒了吧。不是，这么多了还拿呀？够了。这根本就不够。你这人真挺奇怪的，自杀倾向，无家可归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哦，哈哈，你是不是被男朋友赶出家门了？不是，不要那么幼稚了，好不好？快点偷！这么紧张？我说中了。真的不是，我拜托你了，不要再胡说八道了。我们赶紧把这棵树戒完了，好吗？快！哎，不戒了，不好，好不？不是。干什么呀？哎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松开，林淼，松手，松手啊，松手。我知道秘密被别人知道之后，很不舍我理解，想报复我也理解，可是你这方式也太幼稚了。啊，谁在那儿？舍不得那个与你擦肩而过的瞬间，我站在街角，看着你背影，默默向你说，让我留下，雨渐渐的停不到，只记得你说了，雨过后我们相爱吧。程军，跑那么快干嘛？小菊，我不是让你先回去了吗？哎，你这个人真的很过分啊！你自己跟我说你要跟那个王经理聊事情，让我等一会儿，结果见了面，你又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明天都是七夕情人节了，我还给你备了礼物，你看都不看。哎，你看刚刚人家那对情侣啊，抱在一起撕都撕不开，多甜蜜啊！那我错了，你要怎么样吗？也不是要怎么样，我就是人家说女生在七夕情人节之前都要给男生送巧克力的，我就给你准备了一盒。打开我的小星星。挺喜欢的，但是小菊，我现在要回公司做策划案，如果带着零食回去，同事看见会笑话我的。要不这样，你先收起来，下次见面的时候你再给我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先走了。我吃一个，好吧？吃一个。带果仁的。嗯。
等会车。小菊，来不及送你了，你自己打车回家啊。到了给我发短信，等10点别总是担心啊。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急，回去。不是跑什么呀？我们借个灯而已，至于搞成这样吗？废话，要不是跑得快，早让他们抓进去。行了，趁他们没发现咱们，赶紧撤。你离我远点，不要再动手动脚。什么意思？你刚才贴的不是挺亲密的吗？轻点儿，老拿命换来。站住！站住！起来，起来。行了，别弄了。故意的是吧？刚才真是太香了，要不是本总那急中生智，咱们今天晚上就白折腾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哎，都是这些灯害的，没想到还挺牢固的哈。这是擦一下。擦哪？脚啊。好，好。还有3个小时就天亮了，一会儿等灯光师傅到了，我就安排大家搭支架，布置会场，再把灯挂上去。至少在天亮之前呢，我们得看一次灯光效果。要是没什么问题，就万事俱备了。林助理，你还忘了一件事。什么？我已经到家了，你加班别太辛苦哦。白色情人节快乐！小李，焦总那边有计划了吗？有了，他们好像弄了个什么天台婚礼，听起来很不靠谱的样子。反正丽舍那边啊，还是一团乱。没关系，我们也一起想想办法吧。拿你的手，你再过去哈，我们俩一起把这稍微搓一搓。来，兄弟们辛苦了，吃点宵夜。来，谢谢焦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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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谢谢焦总，谢谢焦总。你们吃啊，你们吃。林助理，过来。啊，这就是你忘记的事情。谢谢。可是公司给大家做了加班费，还准备了热水。公司是公司，这是本总裁的一点心意。没想到焦总在工作上还挺有自己为人处事的一套嘛。那是，要不然我手下这些员工怎么帮我抵挡老焦的侦查呢？可以啊，弄的，想不到你还有点聪明才是。这只是一个架子，
等小新把装饰品啊、鲜花、气球都拿来，我们再好好布置一下，基本上也算大功告成了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上哪儿弄的现磨咖啡和珍珠奶茶？我之前总去玩游戏的那家网吧，他们防止那些刷客晚上快，所以就自己准备了一些咖啡和珍珠奶茶，我觉得挺好喝的，比咖啡店的好喝。再加上我们关系比较好，买10送1。打扰一下，林小姐，电路已经调好，现在通电吗？好，天快亮了，我们通一次试试吧。好，谢谢。对了，把你手机给我。干什么呀？我给你拍点效果图啊，明天你好拿去说服新郎和新娘。我去，你为什么不去？第一呢，我明天白天要留下来主持布置会场。第二，你毕竟是副总裁，比较有影响力，你一个人去足够了。行，谁让本总裁允诺过你，让你全权负责呢？你真的不和董事长一起出席吗？哎，行了，我说了，今天我是你的员工，开始吧。来，我们试一次啊，3、2、1，通电。哇！你看，哇！好漂亮啊！好好看啊！怎么样，焦总？挺好的。哎，脚不是伤了吗？贴下。焦总，你还随身带创可贴啊？药店24小时不打烊啊。想不到焦总还挺有心的。你不知道使得了。你别光拿着呀，贴上啊。我帮你贴。这不就行了吗？谢谢。陈军，你也太厉害了，一晚上就制定了这份转移婚礼的时间安排表，这要是换做别人，得1个星期才做得出来吧？平日我跟几家酒店也有来往，正好乡县那边还有空余的宴会厅，愿意租给我们。我们只要按照这份时间表执行，就一定能在届满婚礼前把婚礼会场布置出来，然后再派车到丽舍酒店楼下等候，把前来的宾客转移到乡县酒店。还是你的细心，董事会一定会给你大功的。小李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份文件送到董事长办公室吧。好。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俩在这操心焦总的事了啊？董事长说过了，焦总会亲自处理好这次婚礼的问题，你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，不要搞不清楚自己几斤几两。尤其是某些阿猫阿狗，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。真以为自己是亲二公子？这个吴总监肯定又拿着你的劳动成果去向董事长要。董事长来得挺早，你也挺早。我这不看看焦阳干得怎么样了吗？听说把婚礼给挪到房顶上去了，这想象力我真跟不上。嗨，年轻人嘛，有点想法是好的。对。就是啊，
骄阳人呢？怎么关键时刻他总不在啊？他不是和新人在一起吗？怎么还不回来？林助理，我刚刚跟焦总打过电话，他现在在外面处理事情，马上就能回来。这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新娘准备就绪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林助理，新娘已经准备就绪了，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好事不怕晚。各个部门注意，我是林淼，是焦总的助理，从现在开始一切听我指挥。收到。最后确认，音响、乐队 OK 吗 ？OK。主持人这边 OK吗？好，婚礼照常举行，开始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欢迎大家来参加张先生和孙小姐的神圣婚礼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和新郎一起掌声有请美丽的新娘闪亮登场。来，1、2、3，对光准备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灯光呢？林助理，我们的外接电箱出了问题，电压负荷太大，停止工作了。酒店的紧急备用发电设备呢？立刻启动。林助理，来不及了，就算现在调用发电车，最快也得等上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？开什么玩笑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停电了？这么大的酒店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？大好二事，真是晦气。林助理，焦总现在不在，您拿个主意吧。微风好像还没走远，爱你多余的屋檐，老地方总没变。花瓣加故事那一页，瞳孔为谁开写？那一幕幕想挽回的从前。你说拥抱难以忘却，渐渐飘散的夜，却怎回头去见？漫天回音的喜悦，永恒的碎片，像希望会微笑阻止你哭着说再见。就让这相逢的起点，你和我的每个画面，时间倒数在从残缺到完全。就让这相逢的起点，竟是我们幸福瞬间，用尽一切跟你说未来，来得及看见。你和我的每个画面，时间倒数在